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美股周六周日没开盘，但是周五晚间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弹，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美股出现了一个下跌方向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走出小时线级别反弹。因此呢，我们看到小时线级别在8月18日晚间10点30分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那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下周一开盘之后有一定机会出现小线级别反弹。同时呢，美股在周五晚间的表现也持续影响比特币的走势。我们看到啊，比特币在周末2个交易日内出现了一定的止跌，但是目前为止，由于比特币走出了一轮完整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出现了一个空头的趋势。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就可以看到啊，周线级别上6月19日的这一周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注意看啊，这里是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是在震荡和下跌过程当中突然出现的一个涨幅达到15.65%的标志性阳线，是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我们可以判断上方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是一个周线级别的多头的标志啊。但是本周的行情当中，比特币由于快速下杀，由于美股的下跌，让比特币出现了快速下杀，将前面行情当中6月19日这周的悟空阳线彻底斩杀掉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在比特币出现悟空阳线之后，后面的震荡是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的判断，但是多头预期还在。但是本周的行情这根阴线打出来之后啊，这个周线级别的阴线打出来之后，那么多空就明显失去了方向。那失去方向，我们判断下周一美股的走势会让比特币重新选择方向因为多空双方经过本轮行情较量之后势均力敌，应该重新做出选择但我认为呢，本轮行情既然有了一个悟空阳线，6月19日的悟空阳线，那么被杀死之后仍然有机会复活回来。那么为什么呢？原因是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7月14日走出悟空阴线，然后震荡过程是悟空阴线遇到的妖怪 K 线然后走这根八戒阴线，八戒阴线后面更多的震荡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日线级别下跌完成，容易走一个小时线级别的反弹。这个小时线级别反弹呢，可能会同步美股发生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打到$25,000，为什么出现了插针呢？原因是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多重的支撑位。这个多重支撑位，首先我们回溯2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白色线这里构成了一个支撑再有4到6月份的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也在红色线和蓝色线也就是说$25,000附近存在结构上的3重支撑位因此呢，打到$25,000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止跌。同时呢，本轮行情的下跌同6月15日到6月23日的这轮上涨行情出现了方向不同，但是涨跌速率相同的一个对称性结构这里出现了一个对称性结构。那我们前面行情当中就是反复提及，行情当中非常容易出现这种平行的或者是对称性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的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同下方4到6月份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形成了一个对称性结构6月中旬的上涨行情同当前行情当中的下跌出现了一个平行结构。那么急速上涨的这个结构和急速下跌的结构形成了一个互补关系形成了一个回补关系。这里的回补指的是6月中旬的这轮上涨急速拉升之后出现了一个筹码空缺区本轮行情的下跌对这个筹码空缺区进行了第一次回补第一次回补结束之后，我认为在这个位置上出现震荡的概率非常大原因是行情要对这第一次回补之后要对这个缺口进行2、3次回补，最终呢可能会形成围绕$28,000到$25,000这样的一个收敛结构收敛结构完成之后，行情容易出现重启。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在$25,000这一痛点如果跌破之后，下方空间才会被打开。如果没有被跌破，
如果没有被跌破，行情在小日线级别上出现小日线级别标志性阳线、悟空阳线之后，就容易出现一轮反弹行情。同时我们也看到，本轮比特币和以太坊，包括 BNB 走势非常弱势，原因是大跌之后容易出现这种非常弱势、极度弱势的横盘走势诱使空军入场。同时呢，比特币也要等待美股开盘之后，重新选择方向之后，再次做波动。所以呢，下周一晚间21:30之后就是行情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我们 K 线修战法理论存在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晚攻当晚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那么比特币、以太坊，包括 Binance 平台币、BNB 处在弱势的格局下，影响了很多山寨币。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几乎大多数的山寨币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我们可以看我们实时的动态的多空数据这里面是实时的，时刻都在变化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几乎没有很多多头币种，大多数币种呢，大多数的山寨币呢，都处在一个空头的下跌的趋势当中。那么多头币种，我们在这里面看到 BNB 档ETH 档这是 BNB 和 ETH 的3倍空头的现货那在这里面出现之后，意味着市场当中仍然以空头为主。但是呢，我们会员频道和这个公共频道长期给出来的像这个 IM 勾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反弹。同时呢，这里的反弹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给出的169均线附近这个 VIP 群提前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就给出了大概是在6.5美金附近可以进行抄底这个 IM 勾走势非常强劲它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把握住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上周大概周二给出的 RUNE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币种，在这轮行情当中连续的上涨，连续上攻，同时呢，这轮上攻我们看到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方向偏上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我当时给出的一个说法就是，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不能看到焦点位。我们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我们无法找到它的焦点位，甚至说它的这个焦点位是非常偏上的。这种结构呢，是一个容易产生快速拉升、继续拉升的一个结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画出来焦点，意味着它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呢，我们看到经历了一天随动比特币的调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继续的上涨目前仍然保持强势。那么我们会员群、会员频道早在上周二就对 RUNE 进行了埋伏目前是持续获利的。那么对于 RUNE 我也给出了解释在周线级别上 RUNE 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本周行情走出8节阳线。对于这种币种量价齐升之后，上方是容易走出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最终呢走出周线级别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完成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我们也可以回溯它的行情20年11月份它就走出了连续的3次的周线级别上涨，最终呢涨幅我们看一下测量一下，它的涨幅达到惊人的66倍。那本轮行情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 RUNE 出现了底部超级主力吸纳筹码之后的量价齐升，同时呢周线级别出现强势的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因此呢，上方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3美金附近，原因是我们在周线级别上可以看到波谷连线21年形成的几次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同时呢下方出现了一个黄金坑，在黄金坑这个区域当中它出现的反弹，因此呢上方是有一个到达3美金附近的一个目标位的。同时呢，我们在日线级别上也看到了日线级别的50日均线、10日均线纷纷上穿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这是一个日线级别上攻的多头的信号因此呢 RUNE 目前保持强势，我甚至是认为它是目前市场当中最强势的原因是很多山寨币出现暴跌之后的反弹进入了龙虎榜，和它这种持续的稳定上涨是不同的。强势和超跌反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呢，我们是K 线修战法当中也有这句话晚攻当晚强，用剑当用长嘛所以呢，做强势币种永远是让我们非常安心的白马币。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